我最近要让这个一天热死了，天天一动就一身汗，完了吃不进去饭，所以我买了400斤鸡架和200斤其他。我打算做一个解暑3件套，好让我和我的朋友们不至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被活活饿死。但是没想到这些东西批量制作起来居然这么麻烦，尤其是这个鸡架，差点没给我们几个做嘎了。我们得先掏掉肺子、贴骨血、皮燕子，还得再反复的浸泡和清洗，这样吃的时候才能没什么腥味。然后我原本打算把这鸡架上的鸡腰子给做里，但是我们试吃了一下，发现这玩意儿香是真香，但说法也确实是挺大。就吃完这一小盘之后，直到凌晨3点，我看这哥俩眼睛里汗呼呼往外冒火呢。然后这鸡架我们的做法是先卤后拌，卤完的鸡架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我后来又用这原汤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拌汁儿，但是这会儿有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，就是这鸡架不能剁，只能掰，而且还只能掰一个拌一个，要不然就会出现分赃不均的情况。等把这些鸡架都装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凉拌面了。为了吃得香，我这次做的是葱油凉拌面，而且每一份里都配了一袋油炸花生米。这面条吃着酸酸辣辣的，是既开胃又爽口。但是麻烦的是，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独立包装，就导致这个流水线特别混乱，后期甚至出现了一个人上厕所需要经过4个人审批的恶劣事件，就一度都要给我干崩溃了。我寻思明明是在家呀，怎么处处飘着单位的脏风气呢？做绿豆沙的时候，我从泡绿豆到煮绿豆全部都用的是薏米水。就解暑虽然迫切，但祛湿也同样重要。因为我们家这空调已经整整2个月没关过了，我甚至觉着我每天上秤就是为了检验昨天的泡发成果。这绿豆沙我是调味做的浓缩版，回家冻着直接吃，就是特别香浓的绿豆沙冰棍，也可以再兑点奶，那就会变成一杯带着冰碴的绿豆牛乳冰。最后把这2000多袋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这餐包只需要回家加点配菜，用不了5分钟就能得到一份既能吃饱又能吃爽的解暑套餐。然后要是想少刷一个盘的话，还可以直接做成鸡架拌面，这天热没胃口的时候整上这么一顿可真是太舒服了。主要做完这些东西之后，哈尔滨就开始降温了，在多数城市都40多度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过20多度的夏天。就这个天气，我真的特别想感慨一句，当年投胎赌对了。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但是外面卖的好多都是汤多肉少，感觉买这也不太合适，就决定自己在家做点。不过没想到做这点鸡爪子差点没给我们的命搭理。刚开始我图省事儿，就买了好多脱好骨的冻鸡爪，但是这鸡爪焯完之后又腥又丑，实在没什么食欲，就被我放弃了。后来我发现居然有专门卖脱骨机器的，我又花了5000元的请了个爹回来，但是没想到这爹也不灵啊，一个鸡爪子5根骨头，他就能去3根，完了还去不净。问题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要命的是我盲目的相信了它的效果，提前订了350斤鸡爪子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尴尬，就是机器用不了，鸡爪还退不了，我感觉我们可能是要完了。后来研究了一下，也实在没什么别的好办法，就只能硬着头皮干了。这些鸡爪子光焯煮过冰水就干了80多个。这期间我们还试图找几个朋友来，结果4个人一起发朋友圈，到晚上共计就找了1个人。再一个，因为我们去年啃过一宿，现在闻的鸡油味就恶心，所以今年我们只能徒手干。后来这活就完全干成了一个重复性的流水线作业，那手第1天是肿的，到最后呢没有知觉了。我们就在这生生扒了3天，这是我活到现在经历的最绝望的时刻了。就是虽然3天只占1年的1%，但这几天的经历却需要我用一生来治愈。熬汁的时候我非常的严谨，甚至买了10几种品牌的产品，逐一测评，然后汲取他们各自在口味上的优点。因为这些鸡爪子已经整整折磨我们4天了，就完全可以说是拿命换回来的，我现在容不得它有一点闪失。然后给这些爹泡了一宿，现在它是又入味又多汁。这回一共做了2个味的，一半是蒜蓉酸辣，一半是泡椒的。我们还把手肘后面那块脆骨也单独剪出来做成泡椒的了。这无骨鸡爪到吃上的这一刻才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它现在酸酸辣辣的，还微微带点甜，尤其是放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吃，感觉可太爽。然后把所有做的东西都打包了，这一桌按市值来讲应该能值点钱。不过这里边食材成本真没多少钱，主要是生命成本有点高。后来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完了之后，我们提前半年过了个生日，在场一共7个人，许下的却是同一个愿望，好好活着。
我最近特别想吃巧乐兹，但是我从小对这玩意儿就有一个遗憾，就是里边那个巧克力棒太短了，吃着不爽。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把内心巧克力填满的巧乐兹，来解决一下这个遗憾。不过要想实现这伟大抱负啊，需要先给这加长内心做一个定制化的硅胶模具，而且要严格的计算好长宽高的尺寸比例，这样才能确保它最后在整个的冰棍当中是处于中心位置的。但这玩意儿说着挺轻松，做它整整磨了我们4天，那真是隔行如隔山。真的，我从来没想过做模具这个行业居然这么伤肺。做好了这个碟，就可以逐层开始做冰淇淋了。最里边这个脆球，我刚开始想用爆米花机崩点高粱米，但是米花放在巧克力里实在是太抢味了，就特别像脆香米，而且火候也不太好掌握。有一代着急开盖，给我哥皮鞋都烫漏了，所以这个做法直接让我给搬了。后来我发现麦丽素的做法也很适合做这个脆球，但是麻烦的是巧乐兹里的球又小又多，而且没什么批量生产的办法。也就是说，这1000根冰棍里要用到的所有小球都需要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点出来，然后放到烤箱里烤才行。我们从下午点到中午，一共点了4万多个豆。这流水线干的特别像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，就是后来机械到哪怕现在让我们去趣多多工厂，那都可以跨过11期直接上岗。然后这些小脆球要和调好味的巧克力冻实才能用，然后这些内芯冻实了就可以涂膜做雪糕层了。这个部分我参考了一下梦龙的口味配方，黄色的是香浓的大奶味，白色的是没有那么甜的香草味。而且为了多活几天，我把雪糕的包裹层也改成上下夹层了。但是现在冷冻的时间和空间是个大问题，家里5个冰箱全用上都没放下。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我在楼上邻居家寄送了200根。最后做巧克力脆皮的时候，我放了特别多的坚果碎，但是吃的时候发现这样太香了，吃不出来冰淇淋的凉爽，所以最外层我也做成梦龙了。现在这冰淇淋虽然外表平平无奇，但里边每一层都特别饱满，尤其是这根顶天立地的内芯巧克力，这看着就特别过瘾。然后算了一下，这梦乐兹光食材成本就合到8块7一根了。我们从研究模具开始做这玩意儿，一共做了12天呢。最后正好是做满了2个冰箱，我估计以我们炫冰淇淋的速度，现在还真说不好夏天和糖尿病到底哪个先来。我最近特别馋无骨鸡爪，尤其是想起嗦鸡爪的声，馋的都睡不着觉，但总害怕外卖的真是老奶奶啃的或者药水泡的，就干脆买了500根鸡爪子，决定自己在家做了。然后看了好多去骨的教程，感觉也不难，但干着发现是感觉的不准。那给我爪子要干散架了，鸡爪子还很完整。然后发现很多人说用嘴啃得快，我们试了一下，的确非常快。用工具去1根的时间，用嘴能嗑2到3根，而且只要牙没缝，完整度还特别好。就这完整度会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好到他妈跟外买的是一样的。后来我发现用嘴啃的最大障碍不是牙口，是肠胃，因为啃一个鸡爪起码得下10几口，完就整的满嘴全是油。也就是说产量只取决于能咽下多少油。我本来还想再用工具试试，但这人一旦走了捷径啊，他根本就回不去了。这一下子直接大洗牌了。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，在工具时代的时候，我弟也是有人给擦汗的狗老师，但突然退化到原始时代了，我弟只能沦为给人擦嘴的狗老弟了。但用嘴啃吧，看不见就那么地了。问题这是明出亮灶啊！后来就决定一人拿个盆，自己啃自己的，正好口味也自己调了。这一宿去骨去的都给我干麻了，完了天都亮了，但还有小半锅鸡爪子，实在整不动了，就决定给它卤了。就在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人类的悲欢有那么一点相同了。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有人凌晨4点起床出门炸大广，就一定有人凌晨4点没睡在家炸鸡爪子。鸡爪卤完了，正好早上9点半，在楼下早餐铺买到了最后一屉包子。然后我不知道啥毛病，吃红豆粥都觉得嘴里苦，就进屋打了几根冰激凌，正好寻凉快凉快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说好了隔人啃隔人的，这一宿看的恨不得上厕所都抱着。完我弟困得迷得糊的，打包全给打串了，我当场心梗了我。